8月31号，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海警9701号船起锚，在仙宾礁西湖内持续机动，寻衅造势。那么，陈先生，怎么来看9701号这样的一个动作？有什么算盘？第一，他是不是在试图寻求这个进行换防？那么这个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的话，实际上9701在这个前几天已经有过一次的在西湖内的行动。那么当时9701上面除了本身船只之外，还有其他的小艇，它也开始放下来这个进行干扰，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9701它也不可能长期在一个锚点停留，它也会有相应的活动进行这个巡逻等等其他一些。好，第四个，我个人觉得9701目前可能在试图这个寻求脱困。因为仙宾礁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不像仁爱礁，仁爱礁嘛水道单一，仙宾礁的话呢，据这个调查表明，它其实至少有5条以上的水道，是菲律宾有可能通过这个9701的行动来吸引中国注意力，然后从其他方向进行这个运补。菲律宾想方设法呢，为其非法滞留在仙宾礁内的9701号船进行补给，从水面来的都没有成功。但是呢，8月28号，菲方通过一架直升机向9701号船空投了物资，中方全程跟监依规处置。中方又能够以及如何来切断空中的补给线呢？陈先生，事实上的话，空中的这个运投这种方式，在这个南海，菲律宾其实已经是惯用的伎俩。那么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话，其实5月份的时候，菲律宾曾经对仁爱礁也实施过类似的采取类似的措施。那么我们说，事实上的话，我们中国对于菲律宾的空中的这种运投，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也有充分的这个实力，能够进行这个制止，包括这个空中的管制，各种措施都会有。但是呢，我们说近期在仙宾礁，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较量还是刚刚开始啊。其实中方现在也是想通过海上的行动，那么对菲律宾给予警告，把菲律宾拉到谈判桌上来谈这个问题。虽然菲律宾目前是错判，但是我相信菲律宾下一步就会感受到中方的这个决心跟能力，所以我不觉得他会长期在这步走。只是目前我们的这个优先政策选择还是克制，还是希望菲律宾能够谈。因为这个船呢，它不能一直漂在海上，就是它出海之后呢，它需要定期的进行维修保养。其实这艘船呢，应该说是菲律宾海警现在是最大的2艘船之一吧，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那如果说就在那个地方长期的存在，没有任何的保养维修，其实这个船的寿命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些就是客观的限制因素，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直升机的空投，它其实受制于很多因素，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菲律宾来说，它现在其实那种压力和危机感还是很强的。除了仙宾礁呢，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也没有停止。纵观菲律宾近2年来在仁爱礁、黄岩岛、铁线礁的一系列的行动，它在南海挑事儿的思路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呢？陈先生，我觉得这个近1-2年来，菲律宾在这个南海方向的行动有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的话就是多点共振，或者我们叫做南北的呼应。那你可以发现，在仁爱礁和黄岩岛基本上是同步，或者说是前后的呼应。基本上它北边一次行动，南边一次行动。那么铁线礁其实也是一样，相互策应。包括这次的仙宾礁、仁爱礁也是一样的方式，多点共振。那么这有助于放大国际舆论中涉及南海的声音，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第二个就是这个，认知战与海上的一线行动同步推进。那么比如说你每次的行动，现在基本上标配就是记者加上菲律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好，包括它的这个公务船也好，包括它的渔船也好，菲律宾是反复无常，已经答应好的事情，转头就可以不认，甚至呢拿出另外一套说辞在装疯卖傻。周先生，您是研究大国外交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低信义甚至是无信义的对象，我们应该如何与之打交道？对菲律宾这种这个言而无信的国家呢，我们至少从2个方式来应对吧。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菲律宾他这个历届政府、历届领导人他这个所表达的言论，那作为一个这个信息链来进行的反复的验证。让这个国际社会能够认清到这个菲律宾方面的这个在前言不搭后语的过程中，他是如何来说谎的。
这样一来呢，这个为以后呢，这个做出这个进一步的措施呢奠定基础。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中国呢，这个要对菲律宾要立红线，要立底线。那如果他这个超过了这个红线，超过了这个底线的话，那他应该为自己的这个不当的行为呢这个负责任。8月29号，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在菲律宾出席记者会时声称，美军已做好准备协助菲律宾在南海执行运补任务，为此已经准备好一系列选择。他扬言，一旦有必要，在根据条约进行磋商后，美军印太司令部随时准备与我们的盟友并肩执行这些选择。此前，帕帕罗就曾放话称，美国军舰可以在南海护送菲律宾船只执行补给任务，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选项。不过，他并未透露具体细节。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更是鼓噪更宽泛的解释非美共同防御条约。外界分析认为，美菲这一唱一和也暴露出其意图激化海上矛盾、推动摩擦升级的险恶用心。对此，8月29号，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指出，事实一再证明，美方才是搅动南海局势动荡的最大幕后黑手。美军一些人妄图以所谓双边条约为借口下注中国，这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谦大校还引用影视作品《西游记》中的歌词，表达中国军队的严正态度，那就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有观察指出，菲律宾在新滨礁行动的背后充斥着美国的影子。不久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海区指挥部司令访菲，随后菲方发布的照片传递了一个微妙的信息：会议屏幕上显示了从菲律宾巴拉望岛到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的距离示意图，其中仙滨礁的位置用红框标记。有分析推测，在美菲海警官员会晤期间，美国很可能在战术层面向菲律宾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或指导，包括信息情报共享，就是为了鼓动菲律宾在仙滨礁挑衅。此外，美国还打着援助菲律宾的旗号，加强在菲军事部署。今年4月，美军公开宣布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了中程导弹系统低风系统，并声称这一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引发地区国家强烈反对。在中方施压下，非武装部队7月中旬曾表示，在非部署的低风系统将于9月甚至更早时间运走。不过没过多久，7月30号，菲外长马纳罗就在美菲外长防长2+2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辩称，美在菲部署中岛是为了增强菲律宾自身防御能力，而没有任何进攻目的，不会导致军备竞赛。8月29号，菲律宾政府2名高级安全官员进而声称，希望用中程导弹和先进的战斗机来升级其军队。对此，中国外交部8月30号作出最新回应：菲方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方的真实目的，回应地区国家的共同关切，不要牺牲自身的安全利益，为美国火中取栗，按此前的公开承诺，尽快地撤走中岛系统。实际上，7月底的美菲外长防长2+2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宣布向菲提供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军事援助。双方还宣称，在达成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中取得进展。按照五角大楼的说辞，这将为两国加强、扩大和及时分享信息和国防技术奠定基础。然而，专业人士指出，作为军事情报交换的一部分，菲律宾需要为美国探取情报提供军事基地，例如建立雷达站、海岸监测站，包括在菲律宾附近海域铺设传感器等前端设施。换言之，美国实际上是在依托菲律宾来扩张自己在地区的军事情报工作，进而支持美国霸权。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美菲军事合作，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近期访问菲律宾，还考察了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涉及的多个军事基地。2014年，美菲达成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进入和使用美菲双方同意的军事地点，并在这些地点建设必要设施，预制武器装备和物资，轮换部署人员。去年，美菲续签该协议，并新增4个新的军事基地，使得美军能够轮换驻扎的菲律宾境内基地达到9个，而其中6个直接面向台海或南海。就去年1年而言，美国的航母打击群7次进入南海，平均停留时间要超过1周时间。
每年就去年而言，美国在南海上空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超过1000架次。你就想一年365天，那就平均每天都在3次以上的。就此时此刻，美国就可能有它的侦察飞机，甚至还有这个 B-5轰炸机、远程轰炸机都出现过在南海。这个把它的盟友纳入南海，美、非、日、澳在南海的联合巡航，今年已经开始，从5月份已经开始了。另外，美国还拉他欧洲的一些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有时候穿越南海，有时候的航母也要来另外还有海岸警卫队也在南海进行所谓的执法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突的风险是在增加的。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势力中，日本成为美国搅局南海的最密切跟班。7月，日本和菲律宾在马尼拉签署了具有准同盟性质的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不仅使两国军事人员的互访和联合军演更加顺畅和便利，也为今后两国进一步扩大防务和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其实，菲律宾目前在仙宾礁非法滞留的马格巴努阿号海警船，就是由日本援助的2艘执法舰之一。据悉，该舰船是以日本海上保安厅国头级海上巡视舰为基础设计，标准排水量2260吨，满载排水量2600吨。值得一提的是，国头级舰是日本针对东海局势建造的所谓新型快速执法舰，日本将其输出到菲律宾，搅局南海意图明显。此外，日本还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的日元贷款，采购5艘全长97米的多用途快速反应艇。外界猜测，这些新型舰艇可能是马格巴努阿号升级型，预计在2027年至2028年交付。8月27号，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军事论坛上宣称，美国舰艇可以护送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舰艇。邵女士怎么看？美国是要亲自下场了吗？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个话是说给中国听的，其实主要还是说给菲律宾听的，因为正好就是这段时间嘛，南海的形势比较紧张，然后中国和菲律宾又出现了这么一些冲突碰撞。那现在就是我觉得美国可能担心菲律宾就偃旗息鼓了，他可能就是害怕菲律宾会撤回来。其实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往上冲吧，没事儿，有我呢，不行我去给你护航。所以我觉得帕帕罗这个话说到底是在怂恿、支持、鼓励菲律宾跟中国在南海继续的冲突下去。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表态离下场其实还有非常远的距离。目前美国对菲律宾所做出的这个承诺，仅仅是一种政治承诺，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文本里面，目前的这个是没有进行修改的。也就是说，美国你现在仅仅是一个政治承诺，更多的是一种行政的解释，对条约的解释，它并没有说，因为你如果涉及到条约的这个修改，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所以包括这个条约里面也规定了，如果真的要兑现对菲律宾的承诺，也是需要经过国会的这个批准。它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同时也是在对中国形成一种所谓的外交上的威慑。还有一点，实际上美国的话也是在稳住军心，美国需要一种强硬的立场来确保它的印太战略的有效性。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这个话更多的还是从这个外交上的考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就表示必须扩大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内容当中武装攻击的解释范围。他还要求根据局势动态解释条约，使其变得更灵活。那么这个动态解释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对于菲律宾来说呢，因为它的海军力量和中国相差太大，包括它的海岸警卫队也与这个中国的具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因此呢，他希望你能够把一些临时的或者是现地的一些冲突中所发生的认为是一种武装攻击。那这样一来，他可以往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上来靠。他希望的就是说他自己能够躲在美国的后面，让美国走到更前面去。菲律宾所释放的信息就是他们是在谈什么样的行为叫武力攻击。但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是，美国的官方是没有接招的。美国的这个声明里面没有说中国是武力攻击，因为如果你一旦涉及到武力攻击，那就涉及到要不要触及这个条约触发条约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双方之间现在美国也不太愿意去就这个东西做出明确解释。但是未来内部会不会形成一个版本，我觉得是有待观察的。值得注意的是呢，在7月底
美方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帮助马尼拉实现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现代化。同时呢，两国还寻求达成一项新的实时信息共享和国防技术合作关键协议。对此，邵女士怎么看？其实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所谓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建设军事基地的。这些基地呢是给美国用的，因为美国不是在菲律宾有9个基地的使用权嘛，但是有一些基地可能其实就没什么东西，基础设施非常的落后，就需要呢投入一些资金，所以给到菲律宾手里的到底是多少，这个还说不清楚。那现在我们说整个的东南亚地区，它的安全其实靠的并不是一个军事能力。靠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信，靠的是合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氛围，才是东南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基石。不是说靠大家买军备，靠大家呢什么这个怎么大肆的去采购，然后怎么去拉帮结伙，不是靠这种。那你现在美国所谓的加强和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关系，然后又做各种各样的承诺，其实就是想从军力的这个角度来去给菲律宾安全。但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在2022年这个呢，美国和东盟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峰会，美国承诺向这个东盟投资多少呢？1.02亿美元，远远低于这5亿美元。而同时呢，让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感到非常的不满。但这样一来，当美国向菲律宾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外国军事融资的时候，会让东南亚其他国家感受到美国来这里面就是挑事的，而不是来促进地区合作和安全的。8月27号至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其中，南海问题是双方关注的重点议题。王毅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美国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支持纵容菲律宾采取侵权行为。有观察指，中菲涉南海争议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是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8月30号，由自然资源部下属多家科研院所完成的仙滨礁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正式公开发布。该报告结合历史数据分析，采用卫星遥感和现场调查方式，对仙滨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进行了调查评估，对沙洲的形成及其影响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仙滨礁礁盘的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总体上保持稳定。仙滨礁珊瑚礁生态系统总体健康，与世界主要珊瑚礁分布区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至于菲律宾炮制的所谓中国在仙滨礁人工堆积珊瑚碎屑，导致该区域珊瑚大量白化死亡等言论，毫无科学和事实依据。事实上，相反的，飞船只非法滞留仙滨礁，反而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受到波浪还有海流等作用影响呢，船锚还有锚链会对周边的礁体造成持续的破坏。他们也多次频繁地派出小艇在周边的礁盘上活动。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在这个9701周边的海域，菲律宾标志的垃圾。事实上，这并非菲律宾第一次以环保为幌子，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常活动进行抹黑。今年2月，菲律宾声称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海域非法使用氰化物捕鱼，非部分政客也借此大肆炒作，威胁要对中国再次提起国际诉讼。实际上，菲律宾才是氰化物捕鱼最早的大规模使用者，至今仍有相当规模的非渔民用氰化物开展捕捞。尽管菲方后来声称中国渔民在黄岩岛使用氰化物捕鱼纯属误会，但他们似乎也对谁正在南海制造生态污染心知肚明。中方发布的详尽报告显示，飞舰马德雷山号在仁爱礁非法作滩25年来，已经严重损害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在认知战上要打彻底的反胜仗，南海的舆论战和要配合起来，和海上行动要配合起来。
有时候要先入为主，第一时间把真正的海上的情况随条线在线传递给国际社会。日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和沙利文会面的时候明确表示，美方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支持纵容菲律宾采取侵权行动。您如何看待两个不得所释放出来的信号？第一个的话，实际上是中方试图也向在美方上递一个信号，就是不要错判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决心跟意志。那么我相信这个不得已经告诉美方，中方在南海的利益诉求跟我的这个关切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第二，这中方其实也在向美方表明，也知道美方你在背后试图利用菲律宾牵制中方。那么其实中方也在向美方表明，中方有能力以及可能采取的措施。美国也要提前预知，也是在给美方发出一个警告的信号。近期，中国和东盟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方面的合作呢，也取得了进展。东盟各国呢，在最近的外长会议上重申了共同努力实现该准则的决心。对于地区国家的态度和动向，邵女士有什么样的观察？其实我们看东盟啊，它之所以能够这么多年，在整个的亚太地区的这个合作呀、和平稳定当中发挥一个核心作用，之所以大家都很给东盟面子、买它的账，关键就是说东盟它在大国之间它是保持一种平衡的。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南海行为准则，然后呢，就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协商，最终呢实现南海的和平稳定。我觉得这是东盟以及呢，东盟主要国家他们的态度。在东盟内部，菲律宾呢是没有得到其他国家，包括东盟这个组织的支持的。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东盟的主流，相信我们和东盟这么多年来激烈的这个关系、这个情感，我们这么多年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所以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推进，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得到了东盟的整体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的，个别国家的这个破坏其实起不到一个真正的作用。那么基于当前的局势，我们究竟怎么样来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路线图？针对不同国家来讲，围绕南海问题的这个互动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个最低的危机管控，第2个层次就是矛盾分歧的管控，第3个层次合作。那么合作的就包括问题的解决。那么围绕着南海问题，从马来西亚、越南、印尼，那么我个人觉得目前是处在一个如何推进双方之间基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合作，以及如何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也就是我们要慢慢的逼近到从争端的争议的管控、分歧的管控，慢慢推进到争端的解决，为争端解决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扎实的基础。面对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搅局南海，风浪不息，中国究竟应该保持一份怎样的定力？陈先生，我觉得还是要避免南海问题影响到周边关系的大局，这是第一个定力。第2个定力是我们不要忽视了周边国家以及美国在南海对我们利益、安全及其他的权益的挑战的这个决心，或者说他们的意图，我们要有足够的准备。第3个，我们也要意识到南海问题本身来讲是处在整个周边关系大局以及中美2个大国竞争大局里面的一个环节而已，它事关全局。我觉得我们要用时间和准备来换取未来的空间。